美国的不管 ChatGPT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来看呢，因为 DeepSeek 虽然是这个后面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后发先至。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版面呢都知道，然后自己再调一下它哪个地方是短板，再把它补强。有时候往往变成后来居上，因为你的我都具备啊，但是我现在就新加出去了，你没有，所以它有这一方面的优势。然后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是低价抢进，就拿大疆无人机来做比喻。那便宜又好用啊，因为大家很熟悉，几个按钮操纵一下就会飞啦，又会组装又会飞，那这个好方便了。以前感觉到哇，飞无人机好像有点学问，有点技巧你要有点空间概念也可以，不用，你一般的小学生他就会了。DeepSeek 现在横扫了全球，现在最新消息是，连微软的执行长也认了，他说美国输掉了这一场 AI 竞赛，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就深度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解析。另外就是 DeepSeek 它在2月的时候会来发布它的这个 V4，那新的记忆架构会不会绕过 HBM 呢？打穿美国的封锁，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大陆现在开发的一整条 AI 路线，正在全球南方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握。等一下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目前 DeepSeek 的市占率，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表现是特别好的。好，那它现在其实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断的扩张，也让微软的总裁非常的紧张。他说呢，中国大陆 AI 模型 DeepSeek 正在欧美以外的世界全面扩张，而美国他认为很可能就会输掉这一场 AI 竞赛了。来，赶快看到的是市占率，在目前中国市场的话，目前是高达了89%，自己在用 DeepSeek。那辛巴威市占也蛮高的17%，特别来看到这当中数字比较高的就是俄罗斯，其实有56%，白俄罗斯，那俄罗斯也有43%，古巴也相当的高，目前占比大约是落在49%。微软的研究也特别针对了 DeepSeek 到底强在哪里，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 DeepSeek 不是靠最贵的算力跟这个最强的 GPU， 靠的就是低成本。开源可以部署，能够落地，大幅降低了 AI 的门槛。而他认为，接下来下一个10亿的 AI 用户不会在美国，不会在欧洲，而重点就是今天要来看到的全球南方国家，他认为会是让 DeepSeek 可以彻底去攻占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谈了非常多，黄仁勋在谈监管，马斯克谈中国大陆的能源很强，再到微软直接说掉了模型竞争力。中国大陆赢，而我们正在输。美国3大巨头的发言，难道是在承认大陆正在赢得 AI 竞赛吗？这当中技术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占的最重要？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当全球 AI 的工具在2025年第4季，就上一季来讲的话，全球使用人口是16.3%，但是跟上一季相比，上一季只有15.1%，也就是说短才1季而已。全球使用人口就多了1点多%，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 DeepSeek 从这个去年1月份开始开发出来到现在刚好满1岁ChatGPT 是满3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惊人的进展？那尤其是 DeepSeek， 它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其实它主要是对开发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到第一个非洲的国家，第二个中东的国家第三个是前苏联的国家。对于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那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这个成本比较低这是第一个。它成本低，那是因为它自己开发的成本就低。我们以 DeepSeek 来讲的话，它做一个训练模型它 V3 的时候训练模型大概只花600万的美元，但是同样如果对比到 ChatGPT Dash 动4这一款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开发成本就超过1亿美元。也因为它的开发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提供给客户来用的这种价位就很低。我们这边看到，它现在来讲的话，如果100万的token 来讲的话，它只要0.14美元，然后 OpenAI 来讲的话要2.5美元，对，大概比同级的竞争对手要低了78%。那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我认为它之所以会对这些开发中国家会有很大吸引力，主要是它的系统属于开源系统那开源系统当然这个它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使用的客户他可以去修改或建构它的应用程式它也可以用自己这个公司的这种伺服器，或者用私人的云端来做储存，而不必依赖这个大型的
依赖外面的伺服器或者云端来使用，所以它用开源系统来讲的话，就可以运用上面是非常的有弹性，那部署上面也可以很灵活。简单的讲就是效果好又好用当然对这些开发国家当然是吸引力很大。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当然 DeepSeek 来讲的话，当然中国大陆来讲，对于未来的 AI 它有大量的补助，这也是它能够成功很重要一个理由。再来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它跟华为整个捆绑在一起华为你现在买它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 DeepSeek 相关的运用程式绑在它里面。那如果说是借着这个华为的手机可以推广出去，我觉得DeepSeek 跟华为这两家公司可以说是走向双赢。所以未来很可能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如果说对照 ChatGPT 来讲的话，它属于这个闭源的系统，那当然开源系统会更加灵活、更加有用。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能这么快的一个成长，然后尤其 DeepSeek 才出来才1年的时间，那就已经快要赶上 ChatGPT。那在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等到 V4出来它更有长足的进步。那全世界对于已开发国家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它会推广的更快，然后运用的会更广。好，现在预计是说 DeepSeek 的 V4，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会登场。那标榜的就是说它的算力跟记忆体不会被 HBM 跟 GPU 给绑架。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就是 V4能够对目前的 GPT 还有 Gemini 等等带来多大的威胁？现在 DeepSeek 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硬体算力的层面受到了就是硬体的这个限制那在整个算力会受到影响。那可是，在现有的算力跟就是参数如果相同的情况之下，它如何能够提升它的表现，让它又快又聪明？那他就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梁文峰和北京大学的团队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叫做“基于条件查找的条件记忆”那大型语言模型稀疏性的新维度，所以他就建构了一个新的，就是等于是叫做这个语言模型。那这个新的语言模型可以在同样的算力，甚至在更小的算力之下，它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这个效率。那因此你就看到它接下来这个 V4的这个模型呢，说就要在2月出来，就会以这个所谓的条件记忆的这个架构来去推动。那这个跟过去 V3 甚至跟其他 ChatGPT 都不一样。那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出来，可是呢，真正会应用是马上 DeepSeek 的这个 V4。那因此你就会看，它会提升模型在知识调用、推理、代码、数学等任务上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它绕过了必须要有一定规格的这个 GPU 的叫做 HBM 就是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那但因为这个高频宽记忆体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辉达的这些晶片的这个限制，也一方面是国安限制，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大陆自己本身能够更快的能够技术这个自立自主。所以呢，在这种限制之下，那 DeepSeek 以及大陆的这些开源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呢，能够怎么做？他发表出这一篇文章，也就是新的一种模式。那这个新模式，就基本上其实你被这个打压之后我去寻求一种新的活水，就找到了。那现在这个应用，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效果可能会如何。等它 V4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检验。不过以它在全球的市场跟中国大陆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检验度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结果的。好。不过在 AI 领域，美中还是有各自的强项。美国在这一种最强模型上面还是比较强。那中国强调的是，可以复制的 DeepSeek 可以落地，比较容易平易近人等等。到底谁可以走得比较久？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样子，因为要从几个来看。那个美国的不管 ChatGPT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来看因为 DeepSeek 虽然是这个后面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后发先至。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版面都知道，然后自己再调一下它哪个地方是短板，再把它补强。有时候往往变成后来居上，因为你的我都具备但是我现在就新加出去了，你没有，所以它有这一方面的优势。我们看，然后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是低价抢进。
那低价抢进的状况之下呢，就像我们感觉到，就拿大疆无人机来做比喻，那大家便宜啊，那便宜又好用啊，因为大家很熟悉，那个就几个按钮操纵一下就会飞啦，又会组装又会飞，那这个好方便了。以前感觉到哇，飞无人机好像有点学问，有点技巧哎，你要有点空间概念也可以，不用，你一般的小学生他就会了，就变成你方便。那 ChatGPT 是这样子，但是 DeepSeek 让你更方便，是这个。第二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有普及版跟这个专业版，普及版啊，就这个门槛非常低，那个小学生、中学生他在输入关键字他就会用了。那专业版要钱，那以后普及版到最后都不用。接下来关心全国产晶片 AI 的模型，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北京也另外反手要来封杀美国的 H200软体，希望去西方化。中美科技战正式翻篇，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好，川普现在呢最新喊话，他说要有条件的，终于是要来放行他的 H200了。没有想到，我们看中国大陆立刻出现了一个逆袭，直接端出了一个完全不用靠美国的成绩单。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 AI 的新创智谱，现在说要跟华为一起合作，他们正式的发布一个是完全国产的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 好，包括了接下来从晶片到框架、训练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国产化，完全不把这个有条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里，也等于是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来做出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这个 GLM Image 特别使用的东西，包括了它有这个来自于升腾的训练服务器，还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点来了，生成一张图片其实只要0.1元的人民币，被视为中国大陆把 AI 从这种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变成了工业化的耗材，打断了美国高端的这种算力垄断的神话吗？代表说顶级 AI 接下来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吗？那这个 GLM Image 到底有什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为何能把成本压得这么低？委员怎么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GLM Image 哈，这个 GLM 就是通用语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在跟机器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产生图像。我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什么语言？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张思敏的画像啊，他就帮你画出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I 的运作方式。如果是图像到图像简单，语言到图像，这有时候难度会比较高，特别是中文的语言。那这一款由智谱跟华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统来跟美国的系统竞争。如果晶片对晶片，可能美国会比较强，但是整个系统的时候，它就是截长补短，变成它有竞争力。但它使用的机器是什么？用升腾的 Atlas 800TA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伺服器，在训练伺服器，专门在做 AI 训练用的。然后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它装了一个华为自己做的鲲鹏 CPU， 很强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装在另外一个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升腾的 GPU 晶片哦，它是这样的一层一层架构上去。那这部是硬体的部分，生思的 Mindsport 是什么？他说的好了，我这个晶片可能跟你无法竞争，我就用一个统一架构，让我的这个这个训练伺服器跟周边设备所连成的终端所连成的整个系统效率会赢你，我截长补短赢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生思所设计的 Mindsport 的统一计算架构，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或者想象成这个华为鸿蒙这种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来呢，会完成 SOTA 级的多模态模型训练，就是 SOTA 就是即使我不要以为什么专利，它说 State of the Art， 它是叫 SOTA 就是目前最顶端的图像，比如说太空船的设计、航空母舰的设计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帮我画我母亲的图像，不是那么简单的，都很复杂的图像的一个设计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前行业上最顶级的图像生成是什么样的图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类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重点在成本。他用这套的全部都是国产的，
把成本给压缩到一张图，当然他没有讲这一张图是什么图啊，是0.1亿元人民币。我老天娘，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哦，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即使再复杂了，你这种最基本的都是0.1毛的这个人民币，再复杂了也是比你美国的便宜啊。那便宜的话，工业界就可以用，因为你的太贵了，工业界想让我实验室用就好，我生产线用量那么大，对不对？我要节省成本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接上3D 列印啊。接上各种机器人啊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样，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业界生存。所以华为啊，这个大陆上有很多新创的 AI 哈的这些公司哦，很复杂。那如果像智谱懂得切到这个 mind sport， 就说，哎呀，你这个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么训练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还有终端使用，还有在远方也要上来使用，这么复杂，我来设计一个统一计算架构，就是鸿蒙系统那种概念。那我只要让很多操作的很方便，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医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厂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发射的也可以用。那请问你？我需要这么多那个什么 AI 程式设计师嘛，我成本都整个降下来了。是，那总共来讲，能够到达 SOTA 级的，那是顶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全国产的晶片 AI 模型横空出世。那刚刚说了嘛，价格低到不行，一张图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币。那现在美国如果说要放行 H200，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会具有吸引力吗？我们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说，中国海关已经通知辉达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陆方面现在态度是说，除非必要啦，否则是一律暂停购买的。其实呢，美国当时在放行 H200之前，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个技术阉割，第2个用途追踪，第3个是总量限制。结果没有想到大陆是完全不要了。赖老师怎么看？大陆当然知道美国想要干嘛，美国也要透过这个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发展方向，跟 AI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途径啊，他也想了解透过 H200来掌握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现况，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使用，可他要完全掌控你是放在哪里。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他们的所有的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去无限制的、自由的进出，从后门进出去了解这个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产品，任何通讯产品、任何数位产品都在他们的法律规范之内。那当然，黄仁勋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晶片绝对没有后门，他一直在强调，但是法律有写。可是黄仁勋又强调他绝对遵守美国的法律，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嘛。遵守美国的法律，又说没有后门，但是美国法律规定要有后门，那这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释开。没有解释开，对大陆来说的话，他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突然间从 H200从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910C 也已经发展起来了，也就是中国的升腾的910C已经出来是对标的，910D 也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在控制 H200的意义不大了。对美国来说，干脆的钓鱼，钓鱼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来掌握你的发展，我如果真的有后门的话，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产品追踪。那么如果有后门，哪一天我从中来窃取我所要的资料。所以大陆这边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经开会了昨天就开会了业者都找来，而且据说是态度很坚决，而且很严厉的，也就是谁违反谁试看看，谁偷偷的想方设法的弄进来，谁违反谁试看看，那也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种警告了。对，那我相信这种警告是绝对有效的所以如果要进来的就有大学可以进来，但是要经过特批。那因为你大学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做研究H200或者研究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它是怎么运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业用途不行。那美国的目的在哪里？美国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这个 H200的相类型晶片的一个发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发展产业，不让你中国有活路，因为他知道阿里跟腾讯
啊，还有他们百度，他们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让你有晶片发展的空间。那他也知道华为已经做出来了，他不让你有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卖，你卖中国大陆告诉你不能进，那不能进的话，等于是保护了中国大陆自己的产业，因为它根据的是你的歧视性行为，根据国家安全法，那你美国的产品不能卖，也没有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这是你美国设的游戏规则，我就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用在你身上，这个对黄仁勋的消息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它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的西方的晶片的一个封杀。那其实不只是对于 AI 晶片的一个封杀，现在呢是说连这个有关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相关的，包括了资安的软体也要完全封杀，而且封杀的这一些软体商还是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当然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次封锁12家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资安企业，要完全去西方化吗？李将军怎么看？中美科技战哈，原来都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哈。那主要那时候中美科技战主要限制的，我们讲小院高墙，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哈。但是没想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扩展到资安的软体工程哈，也在做这中美科技战。那现在我觉得这个以前美国对中国哈，这个通常都是用国家安全为一个借口，为一个理由来卡住中国脖子，不将这些晶片或者将技术提供给中国。现在没想到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反制中国，然后限制自己国内总共的各个企业不可以买这资安软体哈。这资安软体事实上顾名思义，如果软体工程来讲的话，跟硬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要靠的是脑袋嘛。那如果说中国的工程师这个资讯工程师有这个能力给他假以时日来讲的话，他一定可以设计出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软体所以不见得都要跟你从中国买。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软体来着手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是最容易下手。硬体的部分，或许你限制于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啦或者是晶片的设计，可能还有很多的门槛要卡住。但是软体纯粹就是靠智慧、靠脑力来设计，所以说中国从这方面来着手，确实是对的。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总共美国来讲是博通这家公司，它底下旗下的相关的企业，还有以色列这个 Checkpoint 它底下企业来做这个管理跟限制。中国自己本身来讲，国内的企业够多，它市场也够大。我想，如果说将美国跟以色列这些资安软体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励自己国内的相关资讯工程的这些设计更好的资安的软体提供国内企业来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国自己有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发展做得出来。然后，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市场，少了一个生意。大陆的晶片大跃进川普的封锁政策完全破功了。我们今天也会另外来关心到是有关于大陆的电力是否称霸全球呢？因为大陆现在要发展 AI。好，赶快来看到是中美的科技大战。现在在说这个2026会不会是一个最后的决胜点呢？最新有几个指标，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大陆在晶片发展上的指标是提前达阵的3个方面。今天会来看到是大陆的第一个晶片崛起，第2个是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布局，最后是在它的算力 AI 发展跟它的电力方面都有非常达标、提前达阵的一个迹象。好，先来看在晶片方面，2025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实质的计算，大陆的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已经超过了55%，比原定计划的还要超前5%。其他的国产设备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不管是科时机的国产化，或者是清洗设备等等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7奈米晶片，比原先规划2026年的第2季还要提早了，是在2025年前的年底就已经正式的达标了。再来，它的晶片的市占率，国产化晶片市占率从2024年只有25%，已经到去年的35%了，大幅提升了10%左右。AI 发展方面，2027年也要达成这种关键技术的安全与可靠的一个整体供应。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先是这个晶片国产的设备化已经超过50%，
50%了。2026会不会就是中美晶片大决胜的一个关键年？其实2026会是一个关键。那因为整个这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就是技术自立自主哈，不只是在先进制程已经推进到7奈米，那特别你看到它是在设备、然后材料以及成熟制程的这个市占，其实都往前推进，而且它当初是有一步步的这个规划的。那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是全世界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地。因为大部分的这些需要用到半导体的这些车子啊、家电啊、白色家电都在中国大陆制造嘛，所以就量而言，它是绝大部分的消费所在，而大部分就比例而言是成熟这个制程的。成熟制程现在它已经来到35%，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国际上的推估大概到了2030年，中国大陆就会超过50%以上。如果看到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大概不用等到2030年，也就一半以上的这个成熟制程、消费电子产品所需要用的这个芯片，都是大陆自己做到，而且它所使用到的材料、设备、装备，那你看到像是去年3月跟10月2次在上海到深圳的电子展当中，光讲一个厂商就叫新凯莱，对，它就在各个你看到像是这个就是刻蚀机稍微我们叫曝光机了哈，慢一点，其他的像是薄膜沉积啊，或者芯体设备啦，这些东西都已经推出来。那只不过是说呢，在适应到成熟制程的时候，大概已经完全可以替代。可是到了先进制程，这还是一个关卡，是没有错。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今天现在这个时间。1月9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CES， 就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费电子展，基本上联想、机器人各个品牌，中国大陆的品牌又回去了。你会看到整个英文跟中文的这个报道上面，大概除了美国的 NVIDIA， 因为黄仁勋亲自出席之外，其实整个的焦点，媒体的焦点都在一些最新的机器人设备以及 NVIDIA 就是联想所提出来 AI 装置，还有相关的这些项目上面，所以在消费电子、在成熟制程上面，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快速的赶上，甚至要主导。但是呢，美国怎么样能够在就是先进的 AI 以及先进制程上继续守得住，那这就是看下一个阶段中国大陆的发展。好，这个是有关于在晶片产业上面的发展提前达阵。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第二个提前达阵的，还有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发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去年一整年做了一个统计。CG 上面看到大陆的 GPU 市场，华为呢在2025年是拿下了102亿美元的40%市占，正式的超越。虽然辉达也是40%的市占，但是它的金额稍微低一点点，是101亿美元。那么，但是呢，到了2026就会预估会有一个大翻转了。现在说华为预估占比会是50%，也就是从原本的40%上升到50%。辉达会落到第4名，接下来市占甚至可能只有8%。中间卡关的第2、3名包括 AMD 跟韩5G，所以等于辉达的市占率从它在中国那时候的高峰95%，一口气不断的下滑，所以呢，难怪这个黄仁勋要一直跟川普喊话说，赶快开放不管是 H200、Blackwell 或者是 Rubin 晶片给大陆吧。另外这些新秀的厂商4家也快速的崛起，成为大陆的 AI 战力的生力军，不管是这个木犀或者是必任等等，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还有这个天数智新等等，也都快速的崛起，也难怪黄仁勋会非常的担忧。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美国人在打这一场晶片科技战，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无法生产高端智慧型手机，所以限制高端智慧型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自己设计的高端智慧手机晶片，台积电不准帮他加工，他以为这样就卡住了，因为高端手机智慧晶片必须要在10奈米以下，结果没想到华为突破了，那怎么办呢？好，这哑口无言。接下来想想那还有什么高端的 AI 晶片？那高端的 AI 晶片，不帮你做，你做不出来了吧？那你即使设计的出来，你这个也没有。那目前的确是使得这个华为也好，海思设计或其他的什么韩5G啊，这些 AI 晶片，逐渐的
跟美国有一点的距离。结果没想到一看，它虽然晶片不如你，但是系统凑一凑，竟然还不输你太多。因为跟手机不一样，手机基本上靠晶片为主，但是 AI 是靠系统为主。我这里稍微插一点别的地方来补足一点，用软体来补足啦，用通信系统来补足。但通信系统偏偏是华为的强项，所以华为的升腾晶片的确是不如辉达的晶片，但是整体系统起来，差不了太多。那你说在川普怎么办？然后辉达就很急了，你帮我不帮我卖，他是越做越好，那我这不是白搭了吗？那所以川普要管制也不是，不管制也不是。然后中国的晶片产业，他们想到一招，那我不让你做晶片制造设备总可以吧？那现在来了，刚才你讲的很对啊，我跟他解释一下晶片制造程序哈。晶片制造是晶片线进去，第一道清洗啊，那第二道薄膜沉积，简单讲在上面贴一层，以后要做光刻用的叫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因为薄膜会有很多清洗，那清洗完了以后开始光刻，刻完了以后再清洗。那这是第一层，因为它有好几层的电线，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再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再光刻，这是好几道程序去把它叠出来的。那好，那你总该不会做这么高端清洗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那你总不会做这么高端的薄膜沉积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你现在做不出光刻机吧？好像快要做出来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管制这个也不对，不管制这，你管制你失去市场，你不管制，可是他又迎头赶上，他该怎么办？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接下来在晶片站，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晶片有黑科技的突破。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大陆最新宣布的这一款叫做3D 混合的剑黑科技，那么竟然声称能让14奈米晶片效能媲美这个辉达的4奈米 GPU， 怎么回事？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他这样说：14奈米的制程，再搭配上18奈米低润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我们采用的技术是3D 混合键合技术，就能够实现这个有一点复杂，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解释哦。这个铜对铜超高密度连接，效能媲美辉达的4奈米的 GPU， 真的能做到吗？是用什么样子的原理？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是靠着记忆体贴在一起跑，就可以让延迟大幅下降，速度飙升。委员怎么看？对，这其实是封装技术的一种大幅度的提升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晶圆的产业，其实它是一条产业链嘛哦。你说台积电，它把晶圆做出来了之后，不是这样就拿去用啊，不是这样就能够拿去做组装了。它要送到封测厂去测试，然后去封装，这就叫做所谓的封装。什么叫封装？就是因为你一个电子元件哦，你里头包含了非常多的晶片，那不同的功能你就有放不同的晶片在里头，可是你把晶片堆叠在一起的关键问题来了，你晶片堆叠的时候你要怎么堆叠？你要怎么样的堆叠才能够让效能提到最高？那过去在堆叠的过程当中，它中间是有一个要键合的时候，它会用，比如用那个锡来做焊接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堆叠的过程里头呢，它往往如果堆叠的不够紧密，那么你中间就会产生在能量传递过程当中的消耗，然后你中间在这个速度上也会受到延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叫混合链合哦，就混合链合这个。混合键合这个工作，它其实做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跟你精密的做到，我晶片跟晶片在对接的时候呢，我铜对铜，然后呢，我非传导的地方对非传导的地方，所以呢，我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晶片跟晶片之间的这个空隙可以压到最小。那我压到最小的时候呢，我传递的耗能就会降低，然后我的速度就会变快。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讲的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就是现在。在封装的测试的行业里头，大家都在做的，就叫做我刚刚讲的叫做这个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所谓的叫混合的这个链合哦，或者混合的键合。那么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当然在封装技术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他现在所提出来的说，他在很多的效能上能够
大幅的提升，那这并不令人意外了。好，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是在晶片上面的这个黑科技突破，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是 AI 大模型上面也有突破，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的 V3.2。那另外一个是它有一个 special， 就是特殊款。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 V3.2， 主攻的是推理跟日常任务。至于 special 版，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往这比较高性能的版本去发展。官方说了，这个性能甚至可以超过 GPT-5 跟 Gemini 3.0 Pro。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有这个 DSA。稀疏注意力架构，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大幅减轻 AI 处理长文件复杂任务所需要的运算，而且成本直接砍70%，真的能做得到吗 ？DeepSeek 能够硬碰 GPT-5跟 Gemini 3 Pro 吗？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哈，他就说那个 DeepSeek 它的那个V3.2 Special 已经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国际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他的模型表现专家结果分析出他的表现可以从人类的学生从第1到第10名里面，这个 Special 他已经拿到第2名跟第10名这2个名次了。也就是说，已经跟人脑在拼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贡献是非常强大的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就是在长文里面，他找到一个方法。为什么？就是 DSA 他用很低的成本，他先扫描索引，他扫描索引之后，你知道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很多比如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 也好，对不对？他们会整个去看所以当然模型会大嘛，但整个去看，然后慢慢再筛选。那你要泡一杯咖啡等它，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10几万字的那一种就大型的仓库里面，你要用1杯咖啡的时间等它，或者你只要2秒钟，它就可以翻译出来。现在 DeepSeek V3.2 它就做到了，他说不用，你可能只要转眼之间，它就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他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99%的废话给丢掉。但是你要怎么样知道那99%是废话？他只要那个1%，然后深度解读，那就是 DeepSeek V3.2 的 Special 版，它的功能跟实力。所以在传统模型，它处理部分的资料的时候，它花的时间是现在普遍模型所遭遇到的问题。那 DeepSeek V3.2 它到现在有这个2个版本，都慢慢的让这个开源，我就是开源，我真的是开源我的词源都是 open 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解算能力越来越高，而且他说真的可以跟谁，就是跟谷歌被认为是最强的Gemini 3.0 Pro 对，这个是最强的。他说他有一天我会打败 Gemini 3.0 Pro， 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梁文峰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非常有可能。好，另外一方面是有没有可能再就是说成本还说可以降低70%，委员怎么看？对，我简单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在研究所教的就是人工智慧哦。那么我们在人工智慧里头最常听到的就是词源。什么叫做词源？我讲一句话，我想吃苹果，这句话电脑读进去的时候，它要先把这一句话分成不同的词源。我是一个词源，想是一个词源，吃是一个词源，苹果2个字是一个词源，句号再是一个词源。当你把词源分完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向量，所以叫做文字转向量。我们现在在讲的处理词源，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把词源分完之后，电脑不是读这些字在电脑里头，我代表的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可能有10万个数字。但是这一组向量进去，电脑读出来就知道，它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想吃苹果，它要这样读。那在它读的过程当中，对文字处理上最难的是什么？我读了，它读进了我之后，我下一个输入的是想，可是它不能忘记我啊。对，我还要在里头啊。它如果只读了想，忘记掉了我的话，那这句它根本不理解，它最后只读到了一个苹果，不是，它最后只读到了一个句点而已了。所以呢，要如何能够一长串的文字输入，而能够让它处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刚才讲说，我今天输入我想吃苹果，我用文字输入，我要经过第一个大模型，我要把它变成向量，然后第2个我要进入真正的大模型，我要开始进行处理，
第三个我要吐出来的时候还是向量，我又要再经过另外一个大模型把它变成文字。所以你看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成本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要花的时间成本跟经费成本。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算力？原因就在这里。那 DeepSeek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它如果能够把处理每100万个词源哦，各位知道100万个词源是多少吗？大概你可以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整套丢进去，大概也就是100万个词源了。那么它处理的这个费用可以大幅的降低。那这对 DeepSeek 或者是对 DeepSeek 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哎，因为我们现在。各位知道，我们现在虽然你交了钱给 ChatGPT， 你交了钱给 Gemini，可是其实所有的这些运算的成本、这些处理的成本，都是这些公司在做吸收的，所以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公司都没有赚钱啊，因为他的钱全部都丢到算力里头去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算力做这样的处理，那么当然我 DeepSeek 的负担就会大幅的降低了。那 DeepSeek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靠着演算法，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哦。就 DeepSeek 它一直号称说，它要用软体的突破这个硬体的封锁，而 DeepSeek 真的做到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AI 的模型哦。那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推理晶片，我们来看到它的供应量，未来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也就是完全不需要用到辉达 H20晶片了。因为呢，现在数据显示，美国投行做的2025年底大陆 AI 的推理晶片供应量会是需求的4倍哦，会有供不应求的问题，一直到2030年。那这些缺口会由本土的企业、华为、寒武纪等晶片业者来补上。那么大陆的7奈米 AI 晶片的年产量到2030年，甚至预估会有爆炸级的成长，高达410万片。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噩梦真的来了吗？李博士怎么看？我看啊，川普推动这一个晶片，我把它叫做 Chip War， 晶片战争。那因为晶片战争，所以他在推广 Chip Marketing， 晶片的市场。那他这里特别讲到说，这是一个出口的管制，会不会失去意义？我认为啊，以美国这么大，然后科技这么进步，它不应该叫出口管制，它应该叫出口辅导。如果你把管制 control 这个改成辅导的话，这个晶片战争打不起来。黄仁勋也不会这么害怕。中国大陆的最新科技哦，奈米压印再加上硒之光刻机，现在透过双核来突破美国的封锁。另外一方面呢 ，DeepSeek 现在正式的收服了特斯拉。那么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自主元年正式的到来。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个呢是号称盖章式的黑科技。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这个日前宣布的奈米压印光刻机，现在正式的交付了。现在说呢，这个交付之后可以绕开美国长达10几年这个 EUV 来自于它的封锁。那么另外就是光刻机硒之了，它的精度上次带观众朋友看过，这个精度已经逼近了艾斯摩尔的进度。那奈米压印又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像是 EUV 这样子比较高难度的光源或者是光照，它可以采用的是物理压印来做这一些比较高阶的晶片，而且呢，不管是在价格或者是省电度上面，都已经大大提升，可以卡位在先进制程。我们也来带观众朋友比对一下艾斯摩尔的 EUV 跟中国大陆它的这一款奈米压印的这个优劣势来做一个比较。首先呢，它的光源就已经不一样了。艾斯摩尔这个采用极紫外光嘛，那么大陆的奈米压印是模具来做压印，重点是这个价格呢只有大约1/10以下。艾斯摩尔的一台机器是1.5亿美元。那么接下来中国大陆会采用完全的国产自研来打破来自于西方的垄断。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台最新的科技奈米压印光刻机正式交付，它的意义，还有它的盖章的难度又在哪里？接下来大陆不会被 EUV 卡脖子了吗？委员怎么看？简单的来讲的话，是中国大陆在做这些半导体的制造设备是已经有了很快的发展，但是要距离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啊，还有很遥远的路途要努力。话怎么说哈？比如说我们看硒之光刻机，它是一种用电子束，它不是用紫外光。那电子束有什么好处？它的好处就是说，那个精密度可以到0.6奈米。已经不是什么2奈米、3奈米，可以到0.6奈米，但是它缺点是什么？它光一个可能要刻10个小时，所以对，所以变成说，那跟那个紫外光是一下子咔咔咔咔咔可以几百片出来，不太一样哈。
那这个表示说它是科研用的，它是试产用的，它是在做设计用的，而不是在量产用的。但不管如何啦，反正它这种电子束光刻机出来已经很久了，大概每个半导体厂都有这种设备。那这种设备以前中国不能做，那终于做出来的，但是它市场不大，就是你想实验室啊，或者试产用的啦，不大，而价格也不高啊，所以有了第一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是用深紫外光跟极紫外光，那这两个的设备比较复杂，比较昂贵，可是从产量来讲的话，表面上你西资的电子束光刻机便宜。可是你一个月生产不了几片，人家是一个月可以生产成千上万片，所以相较之下，它的单位成本还是比你便宜，所以这一点还要再加油。至于中国的奈米压印最早发明奈米压印的其实不是中国，是 Canon。那现在奈米压印简单的道理就是用热树脂去把这个半导体图案很精密的印到这个晶片上面去，原理上很简单。可是要做到很精密就很难，而且要做到那个良率很高，很难。所以目前来讲，中国虽然已经做出来的，日本也做出来的，但是市场上没有人买。为什么没有人买？实验的可以啦但是因为涉及到我接一个订单，有一定的交期，还有一定的良率，还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所以他要靠这个来取代艾斯摩尔，目前还做不到。但是未来展望很高，为什么展望很高了？大家会觉得我现在这个数值不好，我可以找更好的东西我这个压印的精度不够，妥善率不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善？因为反正它成本低嘛，在投入改善的这种潜力很大，所以很多人都对寄予厚望。也许有一天我不要什么深紫光啊，什么极紫光啊，我光复印机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人类进步的一个想象空间是蛮大的。那中国大陆已经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出来，它取代的对象是 Canon 的奈米压印机，还不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但是加油，说不定有一天能够突破。好，有西资也有奈米压印，现在备受前景看好。那也在中国大陆同一个时间，就在这两款发布的期间，我们看到它也点名了，接下来就是完全不使用辉达的 H20，因为他认为它有后门的一个漏洞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它有这两款很重要的新科技吗？将军怎么看？我想最近辉达20原来最早的时候，这个中国想要买，但是美国因为 DeepSeek 说做出来这个大数据是用 H20做出来的。所以美国川普就禁了，但是黄仁勋去跟这个去跟川普谈了半天，那现在又开放，就反而现在中国不买了说中国就提出它有就是不够安全、不够先进，也不够环保，反而这很明显就是中国应该是有所底气，才会说是不买黄仁勋的 H20。那我相信这可能是中国开始有这个底气出来了。就是说，它在这个半导体方面，它制造的工艺来讲，已经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那当然，他希望未来来讲的话，中国采用自己的，因为你必须要有资金进去，这家公司赚了钱之后，它才可以继续去发展它自己的这种半导体的晶圆制片事业。如果说他都跟外国买，他没有资金，厂商就没有能力去做嘛。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了。那有关于西资跟这个艾斯摩尔的这种EUV 还有这个奈米压印我想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各位观众讲就知道。我们知道一片晶片上面其实有数百亿个晶圆体在上面，它是上面很多很细的细。那这个晶体跟晶体之间的间隔距离是到奈米等，也就是非常非常的小。那以前来讲的话这个艾斯摩尔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形容，怎么样在这上面画出上百亿个晶圆体。我跟你讲，它是用照相的方式你就知道说它照相有它照相的优点。我照完相之后，然后完了以后，按照这相片上面我再去蚀刻再去清洗，再怎么样做出来。那这个西资类似什么用是？它是用一支可以很细的光束笔去上面画。那你想想，我用画，我虽然也可以画出来，但是我速度已经比较慢，对不对？我用照相，你看一次我就可以照几张相，但是有人画，我一定很慢工才能够出细活。可是西资有一个好处，它适合用什么？用量子电脑。
量子晶片就可以用锡纸，它有它的专长。那这个奈米压印，顾名思义，它就是压印嘛。那我刚刚讲说这一片，你用照相的，他用画的，我跟你讲，他这种什么用盖章的。啊，他盖章，盖章就比要用画的快哦，跟啪盖章啊。但是盖章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像是刚刚蔡委员所讲的，你这个章下去跟下个章要很准，那个误差不能到奈米级，你知道？你说误差到奈米级，你这个就良率就不高了嘛，必须这是他第一个要克服的。当然，它这个机器可能比较便宜哈，但是它适合做什么？其实它有它适合能够做的。听说类似那种就是记忆体的晶片来讲，它比较适合大量生产。但是逻辑晶片的话，可能还是要爱斯莫。但总而言之中国短在1个月之内可以推出这2款可以达到奈米等级的机器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突破。那后续来讲，它继续去研发，继续去精进，那最起码它可以做到奈米等级的这种光速或时刻。那后续来讲，怎么样能够大量生产，提升良率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等于说有开始的第一步，后续就有努力的空间跟方向。好，2款奈米等级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这是在硬体上面的突破。那我们也要来看到，其实，在硬体之外，软体现在说也同样迎来高光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DeepSeek 的 V3.1 在深夜无预警的上线了，而且这一次最大的亮点，他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国产晶片最优化。那么现在另外一方面呢，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他甚至也放弃自家原本使用的 Grok， 现在转身这个携手 DeepSeek 和豆包 AI 来做合作，大家就在解读说，是不是大陆的 AI 晶片自主元年现在正式的开启了？另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说 DeepSeek R2 是不是也要来了？杨老师怎么看？就是在22号上礼拜4的时候，突然 DeepSeek 的这个 V3.1哈就发布，完全符合这个梁文峰的个性，非常低调。他没有任何的宣誓，没有任何的记者会，没有任何的东西，他就发布了。哦，那这个跟去年12月他发布 V3也是一模一样。然后呢，12月发布 V3之后，1个月之后啊，今年的1月 ，DeepSeek R1 就出来。那 R1 出来才是就是说晴天霹雳啊，全世界都注意到，哇哦，有一个 DeepSeek R1，而且是开源的，哦，好用啊。我还经常用到现在，那大家一直在推论说，它这个 R2 什么时候会出来？哦，那中间这个里面的过程就是你要用怎么样的晶片？哦，谁来帮他制造？是要国产的呢，还是要用 NVIDIA H20 还是别的？当然不可能别的，现在市场上就是 H20。那大陆的这个政府方面对于 H20的这个问题一直有一些疑虑。所以呢，作为中国最主要代表的就是这个 AI 大模型当中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它当然尽量可能要去配合用。所以在差不多2个礼拜前呢，就出来一个消息，说要跟华为的升腾去配合，结果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满意的结果。华为甚至派一个团队在 DeepSeek 的办公室，可是事实上这个可能就是说只是一个在调试的过程。那现在 V3.1 出来了。R1 什么时候会出来？会不会是下个月？那又是一个会撼动全球的，尤其是这一次的 V3.1，它用的那个设计的款式其实国产的晶片都可以做得到。它那个叫做 U18MOFP8，而可以做得到的，除了华为的海思之外，还包含寒武纪啊，